你是不是也发现，年纪越大，心里的那种无力感就越重？半夜醒来，看着天花板，总觉得生活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消耗，扛着家庭，面对工作，还要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真正依靠的肩膀。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物质丰裕的时代，我们的灵魂却总是觉得求助无门，仿佛被遗弃了一样？其实，造成这个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佛陀早在2500多年前就看穿了。很多学佛的朋友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而下一位未来佛，也就是弥勒佛，还要等上非常遥远的时间才会降世。在这个漫长的空窗期里，没有佛在世亲自引导我们，保护我们。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们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孤立无援的时代。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藏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的天大秘密。其实佛陀根本没有抛弃我们，他在涅槃前早就帮我们这群迷茫的众生安排好了一条充满光明的退路。经书上明确记载，佛陀将我们这个没有佛的时代全权委托给了一位极致低调却拥有不可思议威神力的大菩萨。这位菩萨要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全力的保护我们，救拔我们。换句话说，他就是释迦牟尼佛亲自钦点的我们这个世界的代理佛。说起菩萨，很多人立刻会想到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或是代表大智慧的文殊菩萨。可是很多人却不知道，有一位顶级的存在，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最应该去深深结缘的。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地藏王菩萨。为什么地藏王菩萨这么重要？打个比方，如果说其他佛菩萨是晴空万里的太阳照亮世间，那么地藏王菩萨就是暗夜里提着一盏温暖油灯，专门走进你内心最深最黑的深渊里，把你紧紧牵出来的那个人。很多人常常问，念佛念经真的会有神奇的效果吗？在这么多佛经这么多菩萨中，我到底该念哪一位，又该读哪一部经？如果你心里也有这个疑问，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代理佛地藏王菩萨的名号你一定要记在心里。这本专门讲述他愿力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你也一定要知道。这部经书非常有意思，它里面甚至霸气地说，你想知道念佛念经有没有效吗？你试试看嘛。只要短短的7天，你试着放下执念，按照经书里的方法去念，去感受，7天之后，你自然就会知道那种从灵魂深处涌出来的平静与力量到底有多震撼。好，我们静下心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经典，看看这场不在人间举办的世纪大会到底藏着什么样的解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部经书一开头就非常特别，这一次释迦牟尼佛讲法的地方不在人间，而是在天界。佛教的宇宙观里有一座无比巨大的须弥山，佛陀这次来到了须弥山顶的基利天。为什么要特地跑到天界开会呢？经书上说，因为佛陀的亲生母亲此时就住在朱利天，佛陀这次是专门来给母亲讲法的。你看看这份报答母亲的深情与孝心，其实就是整部地藏经最温暖的底色。一听说佛陀要为母亲讲法，这下可不得了，不只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佛菩萨，就连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其他无数个世界的佛菩萨天人全都赶来了。除了我们熟悉的天龙八部，还有掌管大地的土地神，掌管山川的山神海神，全都齐聚一堂。更让人惊讶的是，佛经里特别提到，这次来参加大会的还有一群极为特殊的生命，叫做鬼王，有恶毒鬼王、主命鬼王等等各种各样的鬼王。你可能会想，基利天可是天人住的清净之地，这些鬼王怎么上得来呢？
其实，它们不只来自我们的世界，更来自佛家所说的十方世界，就像是我们常在电视上听到的平行宇宙，或者是不同的时空。这时候，大会刚开始，佛陀就问了身边的文殊菩萨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佛陀问：你看今天来参加法会的佛菩萨、天龙鬼神，你知道总共来了多少吗？文殊菩萨可是代表大智慧的顶级菩萨，神通广大，但是文殊菩萨看了看，却摇摇头对佛陀说：世尊，太多了，就算我用尽所有的神通去算，也根本算不出来。佛陀听了，笑着说：别说是你了，就连我用佛眼去看，也数不清啊。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有点疑惑？佛陀和文殊菩萨怎么会在大会上纠结这种算人数的无聊问题呢？其实，佛经里绝对不会多写一句废话。佛陀这么问，是为了一个极度震撼的真相铺路。佛陀告诉文殊菩萨：我跟你说这些，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今天在座这数都数不清的佛、菩萨和各路鬼神，他们每一位都是拥有大成就的生命，但是你知道吗？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境界，全是因为在过去漫长无尽的岁月里，都曾经受过同一个人的救拔，同一个人的教化，同一个人的庇护。哪怕是现在已经修成正果的诸佛，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是靠着这个人的帮助才能成佛的。这个人就是地藏王菩萨。你想想看，这是一位多么不可思议的存在。他明明拥有让无数众生甚至诸佛成就的功德，却依然甘愿保持菩萨的身份，不愿成佛，就为了留在最苦的地方陪着我们。佛陀接着说，地藏王菩萨的威神力大得无法想象。如果你今天有缘听到了地藏王菩萨的名号，你只需要做出一丁点微小的行动，比如你双手合十，轻轻念一句南无地藏王菩萨，或者你用一朵鲜花、一杯清水来供养菩萨的法像。只要你做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你未来百千万生都不会再掉进痛苦的地狱、恶鬼或畜生道里，而且还能享受天人的福报。这不是神话，这是佛陀亲口为我们泄露的天机。念一句南无地藏王菩萨，就是在与这位无尽慈悲的代理佛牵起了一条生生世世都不会断的救命红线。佛陀接着为大家讲述了地藏王菩萨在过去生中的一个感人故事。在不可思议的遥远年代里，有一位出身非常高贵的婆罗门女，她过去世种下了无数的善根，所以这一世过得非常幸福，身边随时都有护法神在暗中保护她。可是这位圣女却有一个极大的隐痛，她的母亲生前不信因果，甚至经常轻视佛法，造下了很多沉重的恶业。母亲过世后，婆罗门女心里非常清楚，母亲一定会堕落到极其痛苦的恶道里。只要想到挚爱的母亲正在受苦，那种揪心的痛，相信失去过亲人的朋友一定都能体会。为了救母亲，婆罗门女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居然把家里所有的房产、财物全部卖掉，换成香花与贡品，去寺庙里虔诚地供养当时的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她在佛像前哭着跪拜，祈求佛陀慈悲，告诉她母亲到底在哪里。她哭得肝肠寸断。就在这个时候，空中传来了一个无比温暖的声音：圣女啊，不要太悲伤了，我就是你礼拜的佛，你回家去，找个安静的房间，端正坐好，心无杂念地念我的名号，你自然就会知道母亲的去处。婆罗门女回到家，静坐了1天1夜，在不可思议的定力中，她恍惚觉得自己的身体来到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边。可是这根本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美丽海洋，这海水就像锅里烧开的沸水一样，上下翻滚，
海里充满了身体像钢铁一样的恐怖怪兽，飞来飞去。海面上有成千上万的男女在沸水中沉浮，被怪兽无情地吞噬。旁边还有长相狰狞的夜叉，不仅不救人，还故意把这些受苦的人赶向怪兽的嘴里。看到这种恐怖的景象，一般人早就吓晕了。但婆罗门女有佛力加持，心里并不害怕。这时，一位名叫无毒的鬼王恭敬地走过来迎接她。圣女问：这到底是什么地方？难道这就是地狱吗？无毒鬼王回答：不，这还不是地狱，这是大铁围山西面的第一重海，叫做深夜之海。接下来，鬼王说出了一个让现代人也必须深思的真相。他说，这三重海分别对应着众生生前造下的三种罪业。第一重是身业，也就是杀生、偷盗等行为造下的恶果。再往东，还有更痛苦的第二重口业之海，那是生前用恶毒的言语中伤别人、欺骗别人所付出的代价。最后还有最深沉的意业之海，只要你脑海里充满了贪婪、怨恨和愚痴，死后就会在那里承受无法想象的折磨。各位朋友，听到这里，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这沸腾的业海真的只存在于死后的世界吗？你看我们现在的社会，许多人每天被无穷的欲望折磨，为了一点利益互相攻击，在网络上用尖酸刻薄的话语随意撕裂别人，这难道不就像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泡在了痛苦翻滚的口业之海与意业之海中了吗？鬼王接着告诉婆罗门女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圣女，请您安心回家吧，因为您变卖家产制成供养佛陀的强大功德，您的母亲已经在3天前脱离了地狱的苦难，升到天上享福去了。不仅是您的母亲，连同跟她一起受苦的那些罪人，也因为您的这份大孝心跟着沾光，全都得到了解脱。婆罗门女听完如梦初醒，她再次来到佛前，立下了一个震撼宇宙的超级大愿：愿我从今天起，直到遥远的未来，为了所有因造罪而受苦的众生，我都要用尽一切智慧与方法，让他们彻底解脱。而这位大孝大悲的婆罗门女，就是我们今天所敬拜的地藏王菩萨。各位朋友，刚才我们听了婆罗门女救母的故事，其实地藏王菩萨为了救度众生所发下的大愿远远不止这一次。佛陀在刍利天的大会上又讲了另一个不可思议的往事，在比我们能想象的还要遥远无数倍的年代，那是连我们现在这个宇宙都还没形成的古老时空。当时地藏王菩萨投胎成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之子。那时候世间有一位佛，名号非常响亮，叫做狮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这位长者子非常有福报，他亲眼见到了这尊佛，这一见他整个人都被震撼了。佛陀的相貌是那么的庄严、慈悲、圆满，让人一看就打从心底生出无限的平静与欢喜。长者子忍不住问佛：您是发了什么愿，修了什么行，才能拥有这么圆满美好的身相呢？佛陀温柔地告诉他：孩子，你想修成这样的圆满，就必须在非常漫长的岁月里，用尽一切智慧去度化、去帮助所有受苦的生命。你猜这长者子听完后怎么说？他连1秒钟都没有犹豫，立刻跪在佛前，发下了一个跨越无数时空的超级大愿。他说：从今天起，直到无尽遥远的未来，我都要用佛的智慧去救度所有在六道中受苦的众生。我要帮助他们全部修成正果，直到地狱里再也没有一个受苦的灵魂，直到所有人都成佛了，我自己才最后一个成佛。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就是地藏王菩萨最核心的愿力。这长者子就是菩萨的前身。说到这里，大会上一直没有开口的佛陀的亲生母亲摩耶夫人终于忍不住上前请问地藏王菩萨了。他问菩萨，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如果造了恶业，死后堕入地狱，到底要受什么样的苦呢？地藏王菩萨叹了一口气说，地狱的种类和折磨实在太多太多了，说上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但有一种地狱是所有众生，无论是人是天人，都绝对不能掉进去的，那就是无间地狱。很多人以为无间地狱就是地下18层里最深的那一层，其实在佛法的智慧里，无间这2个字指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和痛苦，没有一丝一毫的间断。这世间最可怕的不是肉体的疼痛，而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绝望循环。试想一下，现代社会里有些人陷入了极度的重度忧郁，或是被深沉的仇恨、无尽的贪婪给困住，那种连睡觉都在焦虑，每一秒钟灵魂都在被啃咬的感觉，其实就是人间的无间地狱。而死后堕入无间地狱的灵魂，哪怕我们这个宇宙毁灭了，这份痛苦的业力还会自动转移到下一个新宇宙的地狱里去，继续受苦，无始无终，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菩萨无比慈悲地提醒我们，有几条底线是绝对不能踩的，踩了这几条红线，哪怕是地藏王菩萨也很难立刻把你救出来。第一，就是极度不孝顺父母，甚至伤害父母；第二，是恶意毁谤佛法，故意砸毁佛像；第三，是披着修行人的外衣，却利用宗教去欺骗善良信众的感情与钱财，甚至做出邪淫的行为。这些极重的恶业会让灵魂瞬间坠入无间的黑暗。但是请大家不要害怕，因为菩萨告诉我们这些不是为了恐吓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只要我们守住生而为人的底线，只要我们愿意念诵一句菩萨的名号，那盏温暖的油灯就永远为我们点亮着。各位有缘的朋友，前面我们听了婆罗门女的故事，也了解了无间地狱的可怕，但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还有另一个关于救赎母亲的经典公案。这个故事跟我们现代人每天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我们餐桌上的习惯，有着非常深切的关系。在过去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尊贵的罗汉，他非常有慈悲心，到处去化缘，借此来度化众生。有一天，这位罗汉遇到了一位名叫光目的女子。光目女非常有善根，她准备了非常丰盛美好的食物，恭恭敬敬地供养了这位罗汉。罗汉吃完之后，看着光目女，温和地问她，你今天用这么好的食物来供养我，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愿望想要实现呢？光目女一听，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她哽咽着对罗汉说，我的母亲刚过世不久，我心里真的非常牵挂她，我希望能用供养您的功德来回向给我的母亲，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我母亲现在到底在哪一道里受苦。这位罗汉非常慈悲，听了光目女的请求，立刻就闭上眼睛，进入了不可思议的禅定境界中。在定境里，罗汉用神通看到了光目女的母亲。这一看，罗汉的心里也忍不住感到悲痛，因为他看到光目女的母亲正处在极度恐怖的恶道之中，承受着无法想象的巨大痛苦。罗汉出定之后，不忍心地问光目女，你母亲生前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事，造了什么样的业，为什么她现在会在那么痛苦的地狱里受着这么可怕的折磨呢？光目女哭着回答说，我的母亲生前没有什么别的坏习惯，但她就是特别喜欢吃鱼，尤其是喜欢吃鱼卵和鳖卵。她总觉得
那些东西特别鲜美，每次吃饭都要吃掉成千上万的小生命，不管是炒的、煮的还是煎的，他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杀害了无数的生灵。尊者，请您一定要大发慈悲，教教我该怎么救我的母亲。各位朋友，听到这里，我们是不是也该停下来反思一下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我们现在物质条件太好了，很多人去吃到饱，或者是追求所谓的顶级海鲜、顶级美食，往往为了一顿饭就点了一大堆活跳跳的虾蟹鱼贝，吃不完的就直接倒掉。我们总觉得我付了钱，我享受美食有什么错？但我们没有想过，在佛法的因果法则里，那些为了满足我们短暂几分钟的味觉而失去生命的无数生灵，我们的恐惧和痛苦最终都会化作沉重的业力，记在我们的灵魂账本上。光目女的母亲就是因为贪图一时的鲜美，忽视了生命的重量，最终让自己掉进了无底的深渊。如果你以前也经常这样吃，别害怕，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打上南无地藏王菩萨，我们一起把这份业力忏悔掉。只要有心，一切都还来得及。罗汉看着痛哭失声的光目女，慈悲地告诉她一个解救的方法。罗汉说，你现在立刻回家，用最真诚的心去念诵清净莲华目如来的名号，并且去雕刻彩画这尊佛的形象。只要你心构成，你和你的母亲都会得到不可思议的福报。光目女一听，立刻照做。她把自己最珍爱的物品全都卖了，请人画了佛像，每天在佛像前痛哭流涕，虔诚的礼拜。就这样到了半夜，光目女在睡梦中突然看到金光闪闪的佛陀出现在她面前。佛陀告诉她，你的母亲不久之后就会投胎出生在你的家里，而且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刚觉得冷、觉得饿的时候，就会开口说话了。果然，没过多久，光目女家里的一个女仆生下了一个小婴儿。这个小婴儿才出生短短3天，竟然就看着光目女开口说话了。而且，这婴儿一边说话，一边凄惨的痛哭。婴儿对光目女说，生死都有因果报应，我们自己造的业，最后都要自己去承受。我是你的母亲，自从我离开人世之后，我就一直在无间地狱里受尽了各种恐怖的折磨，直到最近，因为你为我修了强大的福报，我才好不容易能够脱离地狱，投胎到这里，变成一个身份低微的女仆的孩子。婴儿接着哭着说，而且我的寿命非常短，只能活到13岁，13岁一到，我就会死掉，而且还会再次掉进恶道里去受苦。女儿啊，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救我脱离这种可怕的命运？光目女听完，心痛的像是被刀割一样。她知道这个婴儿就是自己那受苦受难的母亲，看着母亲即使投胎转世，还要面临13岁夭折，再度下地狱的悲惨命运，光目女的心彻底碎了，但也彻底觉悟了。她猛然跪在空中，向着十方诸佛发下了一个极度震撼的超级大愿。光目女大声地宣告，愿十方诸佛慈悲怜悯我，听我为母亲发下的广大誓愿。如果我的母亲能够永远脱离三恶道，在13岁之后不再经历这可怕的折磨，那么我光目从今天起，直到百千万亿劫那样遥远的未来，对于所有世界里所有在地狱受苦的众生，我都要去救拔他们，我要把他们全部从黑暗中救出来，让他们全部成佛之后，我光目才愿意最后一个成就佛果。各位朋友，这个悲痛却又无比坚定的光目女，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前身。你看，菩萨的愿力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那是因为他深刻地体会过失去亲人的痛，他深刻地看见了众生在业力之海里挣扎的惨状，所以他才把对母亲的思爱升华成了对全宇宙所有生灵的大爱。说到这里，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地藏王菩萨到底受了什么样的刺激？为什么他的性格会这么固执？别的菩萨都已经成佛了，为什么他偏偏要死守着那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甘愿一直留在最黑暗的地方呢？佛陀在大会上又讲了另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解开了这个谜团。在非常非常遥远的过去，有一尊佛出世，名叫一切智成就如来。这位佛在还没有成佛之前，曾经是一个小国家的国王。当时他和邻国的国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个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怎么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可是他们发现，当时的人民造业非常严重，很多人都在做坏事，社会风气非常败坏，大家都在往地狱的路上狂奔。这两位国王看了，心里都非常着急，于是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发愿，希望能拯救这些堕落的人民。但是这两位国王发的愿却完全不一样。邻国的国王发愿说，我一定要赶快修行，用最快的速度成佛，因为只有我成佛了，我才拥有最大的神通和智慧，我才能回来把这些受苦的人民全部度化。这位想要赶快成佛来救人的国王，后来真的成佛了，他就是前面提到的一切智成就如来。但是另一位国王，他的想法却完全相反。这位国王看着那些造恶业的人民，心里充满了极度的不舍。他发愿说，我不成佛，如果我不能先去度化这些正在受苦受难的罪恶众生，如果我不能让他们先得到安乐，让他们先成佛，那我绝对不要自己一个人先成佛，我要陪着他们直到最后一个人得救。这位宁可放弃自己成佛的机会，也要先救拔所有罪苦众生的国王，就是地藏王菩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极致利他精神？就像是一艘正在沉没的豪华巨轮，别的救难人员可能是想着先考取最高级的救生执照，驾驶最好的直升机来救人，但地藏王菩萨是那个毫不犹豫跳进冰冷的海水里，把身上的救生衣脱下来给别人，坚持要等到最后一个落水者都上了救生艇，自己才肯离开的船长。他不求最高的位置，他只求能待在最需要他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地藏王菩萨在佛教中的地位如此崇高，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要把我们这些末法时代的众生安心地托付给他的原因。因为只要有他在，我们就永远有退路。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超度真的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力量吗？光母女为母亲念佛供养，就能让母亲脱离地狱，这会不会只是经典里面的神话故事？其实超度的真实力量不只记载在佛经里，在我们中国真实的历史记录中，也有一段极度震撼甚至影响至今的真实公案。这就是在佛教界非常著名的梁皇宝忏的由来。在中国南北朝时期，有一位非常笃信佛教的皇帝，叫做梁武帝。他的皇后姓韦，我们称她为氏皇后。这位魏氏皇后虽然长得非常美丽，得到了皇帝的百般宠爱，但是她的内心却充满了可怕的毒素。她极度嫉妒，看不得别的妃子受宠，常常用残忍的手段去陷害别人。她不仅对人狠毒，更可怕的是，她非常傲慢，极度排斥佛法。她曾经故意把佛经撕毁，甚至把出家人请到宫里来，故意在素食里面偷偷藏了肉，想要破坏出家人的戒律，以此来取笑他们。这些行为在佛法里都是极重的身业、口业和意业。后来癌氏皇后年纪轻轻就得了重病，痛苦地死去了。梁武帝非常爱她，对她的过世感到无比的悲痛。就在皇后过世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梁武帝正在宫殿里休息，突然间他听到殿外传来一阵极其恐怖刺耳的摩擦声。皇帝走出去一看，
差点没吓昏过去。只见殿外的台阶上盘绕着一条巨大无比的蟒蛇，这条大蟒蛇的眼睛里竟然流着眼泪，而且用人类的声音对梁武帝说：“皇上，您认得我吗？我就是您深爱的世世皇后啊！”梁武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震惊地问：“你生前是高贵的皇后，怎么死后会变成这副可怕的模样？”大蟒蛇痛苦地哀嚎着说：“皇上，我在世的时候，因为嫉妒心太重，又毁谤佛法，陷害无辜，造下了太多太重的恶业，所以我死后立刻就堕落成了这条丑陋的蟒蛇。”他接着说出了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皇上，您看我这身鳞片，我现在没有东西吃，只能吃地上的泥土，我没有地方住，只能躲在草丛里。最痛苦的是，我这每一片鳞片下面都爬满了毒虫，们时时刻刻都在啃咬着我的肉，那种痛入骨髓的折磨，真的比无间地狱还要可怕。皇上，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求求您大发慈悲，想办法救救我吧。”说完，大蟒蛇就消失在黑暗中了。梁武帝醒来后，满身大汗，心痛如绞。他立刻召集了当时全国最高僧大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宝志公禅师。梁武帝流着眼泪，把皇后的惨状告诉了高僧们，恳求他们一定要想出一个能解救皇后的方法。宝志公禅师叹了一口气说：“皇后的业障实在太重了，这不是普通的法事就能解决的，必须要集结无数诸佛菩萨的愿力，加上最真诚的忏悔，才能洗清他的罪孽。”于是宝志公禅师亲自带领着众多高僧，从浩瀚的佛教经典中找出了无数佛菩萨的名号，一句一句地编撰出了一部流传千古的忏悔大典。这就是著名的慈悲道场忏法，后来被尊称为梁皇宝忏。梁武帝为了救爱妻，亲自跟着高僧大德们在佛前虔诚的礼拜忏悔，他们日夜不停地诵经念佛，把这份庞大到不可思议的清净功德全部回向给在蟒蛇道中受苦的世皇后。就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至诚超度，有一天晚上，梁武帝的宫殿里突然充满了奇妙的香气，整个房间被祥和的光芒照亮。梁武帝抬头一看，看见一位容貌极其庄严、端庄无比的天人漂浮在半空中。这位天人满脸感激地对梁武帝说：“皇上，我是世世皇后，因为您和众多高僧为我拜忏超度的强大功德力，我身上深重的业障终于被洗清了。我现在已经脱离了那具痛苦的蟒蛇身体，即将升到中立天去享受天人的福报了。今天特地来向皇上道别，感谢您的救命之恩。”说完，天人就冉冉升空，消失在天际了。各位朋友，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给了我们多大的震撼？它完美地印证了《地藏经》里所说的道理。第一，我们心里的嫉妒、怨恨、毁谤，这些看似无形的异业，其实就是最毒的毒药。世皇后心里的毒，最终让她变成了一条真实存在的毒蛇。这提醒我们，日常生活中千万要照顾好我们的心念，不要让自己变成了吞噬自己的怪物。第二，超度的力量是真的存在的。梁武帝透过诵经拜忏，用最纯粹的善念与佛法的威神力，硬是把一个堕入恶道的灵魂生生地拉拔到了天界。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7分功德法则。当我们愿意静下心来，为别人祈福，为别人念诵一部地藏经，或者只是一句南无地藏王菩萨，这份力量不仅能跨越生死的界限，去拯救那些我们深爱却已经离开的人，这份力量的6/7更会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为我们洗去那些无意间沾染的尘埃。不管我们过去做错过什么，
不管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有多糟糕，只要我们愿意回头，愿意翻开这部经书，愿意跟随菩萨的脚步，去发出一点点善愿，我们就已经走在脱离苦海的道路上了。这就是地藏王菩萨留给我们现代人最深情也最真实的奇迹。各位朋友，说到这里，我们来聊聊一个每个人生命中都会遇到却经常做错的生死迷思。当我们失去挚爱的亲人，或者迎接新生命诞生的时候，我们总想把最好的给他们，对吧？但是地藏经里却点出了一个现代人最常犯的，也是最让人惋惜的致命误区。很多华人家庭在长辈过世后，习惯大办丧事，甚至杀猪宰羊，大摆筵席来招待亲友，觉得这样才有面子，才够热闹。可是你知道这在佛法里意味着什么吗？地藏王菩萨无比痛心地说，亲人离世后的749天之内，他们的灵魂就像是在十字路口徘徊，极度无助，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这个时候，如果你为了他们杀生宴客，就等于是在他们本来就沉重的心灵行囊里，又硬生生地塞进了一大块名为杀业的石头。很有可能这位长辈生前行善，本来是可以升到天界去享福的，结果就因为家属大肆杀生的业力牵连，反而把他拖累到了痛苦的恶道里去受折磨。这真的是爱之是足以害之啊！不只是送别亲人，迎接新生儿也是一样的道理。大会上有一位掌管人类生死的主命鬼王站了出来，你别听他名字叫鬼王就觉得害怕，其实他是一位充满大慈悲的护法神。佛陀甚至预言，他在遥远的未来是一定会成佛的。佛号叫做无相如来。主命鬼王说，每当有产妇要生小孩的时候，他都会特地派土地神去保护母子平安。可是很多家庭为了庆祝新生儿满月，又开始大肆杀生，大吵大闹，饮酒作乐。鬼王无奈地说，这种充满暴力之气和血腥味的磁场，会把原本想来保护你们的善神全都给逼退了，这无形中也是在折损新生儿的福报啊。所以经书上给了我们一个最简单也最积福的建议，无论是迎接新生还是送别亲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安安静静的吃素，用鲜花素果来供养佛菩萨，多为他们念佛祈福。讲到这里，地藏经还透露了一个颠覆我们认知的宇宙法则。我们总以为替过世的亲人念经做超度是在帮他们做功德，但佛陀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你为亲人做的所有功德，亲人其实只能得到1/7，而剩下的6/7全部都会回报到你自己身上。这也就是说，当你发出慈悲心去为别人祈福，为别人念佛的时候，真正被超度，真正获得最大福报的其实是你自己。这就是宇宙间最美的善意回向。你以为你在帮别人，其实你是在成全你自己。最后，佛陀还特别叮咛了一个微小但很重要的细节，当我们准备食物、水果去供养佛菩萨的时候，要保持一颗恭敬清净的心。上供之前，千万不要自己先偷尝一口，如果不小心掉在地上弄脏了，也不要随便丢进垃圾桶。你可以拿去喂给流浪的小狗、小鸟等动物，这不仅是尊重，更是一种广结善缘的慈悲。各位朋友，听了这么多地藏王菩萨不可思议的愿力与故事，你可能会问，那我到底该怎么做？我是个普通人，每天要上班，要照顾家庭，我没有办法像出家人那样天天苦修啊。别担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陀和地藏王菩萨无比慈悲，他们早就为我们这些忙碌的现代人量身打造了一套超级简单，每天都能落实的微小行动清单。只要你愿意照着做，哪怕只是一点点，都能产生不可思议的磁场变化。第一个微行动，为家中的亲人
点亮最后一盏灯。当我们的亲人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甚至陷入昏迷了。这个时候，身为家属的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呢？佛陀告诉我们，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在病房外崩溃大哭，而是靠在亲人的耳边，用温和、稳定且稍微大一点的声音为他念诵南无地藏王菩萨。只要这一句佛号能清清楚楚地听进将死之人的耳朵里，印在他的灵魂深处，那么这句佛号就会变成最强大的护身符，保佑他绝对不会堕入三恶道去受苦。如果你能进一步在亲人过世后的7天内，每天为他念诵菩萨名号，甚至供养菩萨，那亲人很快就能够解脱，升到天界去享受福报。第二个微行动，每天1000遍的终极守护。如果你希望自己和家人这辈子都能平平安安，没有病痛，不受灾厄的侵扰，你可以挑战这个方法，那就是每天心无杂念的念诵南无地藏王菩萨1000遍。你可能会觉得1000遍听起来很多啊，其实如果你专心念，大概只需要10几到20分钟，就把这当作你每天睡前沉淀心灵的静心时刻。如果你能一天不缺，连续念满1000天，佛经上明明白白的记载，地藏王菩萨会亲自派遣你家周围的土地神，终身保护你，让你丰衣足食，连种种不如意的小事都不会进你的家门。第三个微行动，喝下菩萨的智慧净水。现代人常常觉得脑力不够用，记忆力衰退，或是读书学佛法老是记不住。地藏经里教了一个非常温柔的方法，你可以在家里找一个干净的地方，最好是面向南方，安奉一尊地藏王菩萨的画像或佛像，每天在菩萨面前供上一杯干净的清水。经过1天1夜后，在隔天的清晨，双手合十，面朝南方，恭恭敬敬地把这杯水喝下去。这里有个小细节一定要注意，喝水的时候千万不能直接用供佛的杯子喝，要倒进自己的杯子里，而且在喝下这杯净水的前后几天，要尽量保持身心清净，不要吃肉，不要喝酒，不要口出恶言。只要你至诚恳切地去做，菩萨会在梦里为你灌顶。醒来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思绪变得无比清晰，连那些深奥的楞严经、金刚经、法华经你都能过目不忘，心领神会。第四个微行动，把握每个月的10灾日。我们凡夫俗子只要起心动念，几乎都在造业，但是佛陀给了我们一个清算罪业的黄金时间，叫做10灾日，也就是每个月农历的初1、初8、14、15、18，还有23、24，以及月底的最后3天。在这10天里，各路神明会来清算人间的善恶。如果你能在这几天在佛像前静下心来，读诵一遍地藏菩萨本愿经，不仅你自己的罪业能被消除，就连你家周围都会因为你念经的正向磁场而远离种种灾难。你看，不管是念佛号、喝净水，还是挑日子读经，全都是我们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实践的行动，没有任何门槛，只需要你的一颗真诚的心。各位有缘的朋友，今天这支影片真的非常长，你能静下心来陪伴我走到这一刻，这本身就是一份极其深厚的福报，也是你与地藏王菩萨之间不可思议的缘分。我们今天聊了忉利天上的世纪大会，聊了婆罗门女为救母亲勇闯业海的孝心，聊了无间地狱那令人窒息的真相，也分享了如何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透过微小的行动来改变命运。其实整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说到底就是2个字：慈悲。在这个看似喧嚣却又时常让人感到孤独与无力的世界里，请你一定要记得，无论你现在正经历着什么样的低谷，无论你心里藏着多少无法对人诉说的委屈与不安，
你都不是一个人在独自面对。地藏王菩萨的那句超级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不仅仅是对六道众生的宏大承诺，更是对荧幕前此时此刻正在聆听的你最深情的守候。它就像是那位在暗夜里永远为你留着一盏灯，开着一扇门的长者。哪怕全世界都放弃了你，哪怕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千疮百孔，他也绝对不会放开你的手。当我们感到痛苦的时候，想一想菩萨的大愿吧，我们的这点苦，在菩萨无尽的慈悲与包容面前，其实都能得到化解。业力虽然可怕，但请你永远相信，愿力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护身符。当你愿意放下执念，双手合十，在心底轻轻念起那句圣号的时候，那道温暖的光就已经穿透了所有的业海，照进了你生命的裂缝里。相聚是缘，今天我们能一起在线上共修这部充满大智慧的经典，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在影片的最后，我诚挚地邀请大家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你最想说的一句善言，或者为你的家人，为这个世界写下一句简单的祈福，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南无地藏王菩萨，或者是一句愿家人平安健康。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到你的即时通讯软件，传给你的亲朋好友。当我们成千上万个善念汇聚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这个温暖的磁场不仅能庇佑留言的你，也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安慰每一个无意间点开这支影片，渴望寻找心灵解药的有缘人。感谢大家耐心的陪伴，愿菩萨的慈悲化作你生活中的每一阵微风，每一缕阳光，护佑你岁岁平安。我们下期再会。